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手上拿的这款充电器是 OPPO 公司推出的一款大功率双口超级闪充，它单口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0瓦，双口同时输出的时候可以达到50+50瓦，还有创新的电路架构和双变压器架构，提升了整个充电器的效率和可靠性，兼顾稳定性。它还配备6级能效设计和11重安全保护，使得使用过程更为安心靠谱。究竟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充电器的评测与拆解。首先就是咱们这个视频的一个评测部分，我们先开箱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充电器的包装部分，这上面写的是 OPPO 的闪充的英文标识和充电器的描述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充电器的实拍图片，下面 OPPO 的 logo。背面的话就是它这个充电器的几个详细的介绍，然后这边是它的规格信息，一根红色的 C2C 的数据线，装数据线的卡纸，这个就是充电器的本体。然后这个内部还有一本充电器的规格说明书，这是它的质量3包的卡片。充电器整体为黑色，上面有斜面的浮雕纹理。充电器的插头为折叠式设计，这上面写着电源适配器，然后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。Type-C 口最高支持20伏5安，也就是100瓦。USB-A 口最高功率是11伏9.1安 Max， 也就是最高功率就是接近100瓦。双口输出的话，它是50瓦加50瓦的模式，制造商是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，这是3C 认证，双路绝缘，室内使用，循环10年。充电器这上面有 OPPO 的闪充英文标识，数据线这里印有10安的标识，表示这根数据线可以过10安的电流。Type-C 头子为白色的塑料包裹，线身为红色的塑料，整根的数据线的长度为1米多一丢丢，数据线的直径为 4.46 毫米。一套充电器连包装盒的质量是 286.5 克，充电器和数据线一起的重量是218克，单数据线的重量 41.2 克，单充电头的重量为 176.9 克，也就是3两多。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就进入快充实际测试环节。首先我们用充电头网的仪器来读取一下它的 USB-A 口的充电协议，这些都是基础协议，然后这边的三星的、华为的都是不支持的。A 口支持的是自家的3种协议，它都是有的， 3.3 至 5.5 伏。超级闪充10伏的标准它也是有的， Super Work 10伏。它的 Type-C 口支持的协议的情况的话为 QC3+、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 至12伏，还有 PD 3.0 的65瓦，分别有5个档位。然后这里有个 Work 闪充的最高63瓦， PPS 的 3.3 至 5.9 伏的 5.1安， 3.3 至21伏的3安。这一根数据线内部的 eMark 芯片，被动型数据线，方案是采用的 OPPO 的。然后供电能力的话，这里没有标记啊，打了一个杠。速率规格是 USB 2.0， 这个版本信息有需要的可以截图保存。这根数据线的内阻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大概就是56毫欧左右。这个充电器是 OPPO 家的充电器，咱们肯定是先用 OPPO 家的设备来测试。这个是 OPPO K11X， 它标配的充电器是67瓦。Type-C 口的话，它是启动的67瓦的闪充，实际功率在33瓦左右。USB-A 口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启动的是67瓦的闪充，实际功率它更高一点，我们就用这个 USB-A 口来采集数据。这个是配合的原装的8安的数据线。这一个 OPPO 手机实际充电的话大概42分钟左右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最高功率45瓦，持续了2分多钟，接近3分钟时间，然后降为35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持续了10分钟。下面就降为26瓦左右的功率，持续了20分钟时间，然后逐渐的降啊，它是降为25瓦左右的功率，又充了2分钟左右，然后又降为18瓦的功率，充了大概4分钟左右，然后再降为14瓦左右的功率，又充了几分钟，电就充满了。整个充电过程一直都是9伏的电压没有变，最高温度28.3度，
这个充电器的温度控制的非常不错啊，平均功率30瓦左右，它只有28点几度的温度。一加 ACE2V 这一个手机配的充电器是80瓦的，咱们这个是100瓦的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啊，找一个最大功率的充电口。用 Type-C 口给这个手机充电的话，它是50瓦左右的功率。USB-A 口的功率高一点，我们就用 USB-A 口来充电，充电速度确实很快，30分钟左右直接灌满电。它是显示的超级闪充80瓦的功率，但实际功率的话，大家看一下，51瓦左右的功率持续了大概4分钟，然后降为47瓦的功率，充了1分钟，然后降为43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大概3分钟不到。然后降为38瓦的功率，充了6分钟，然后再降为34瓦的功率，充了5分钟左右。这个功率非常高啊，前面基本上都是30瓦以上的功率，然后后面的话它是呈梯形下降的，最后要充满电的时候还是9伏8瓦的功率，电压的话一直维持在9伏，温度最高的时候35.8度，比刚才67瓦那个手机充电它温度要高一点点。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，我们用这个苹果12 Pro 来测试，我们全程亮屏充电。这个苹果手机充电耗时1小时05分钟左右，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充到3分钟的时候开机，然后从7瓦的功率涨到9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充了4分钟左右，然后上升为15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充了27分钟。然后降功率降到10瓦左右，充了5分钟左右，然后降到7瓦左右的功率，充到80%。从没有电充到80%，耗时1个小时。这是12 Pro 的整个充电过程。充到80%以后，它就降为5伏的基础功率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曲线，因为这是从上一个充电再来充苹果的时候采集的，前面这个不算啊。后面的话，它一直维持在26度左右。充苹果手机功率不高，它的温度基本上也不高。华为荣耀系列的充电测试，我们就用这个荣耀的 X50。这个充电器如果是给其他品牌充电的话，只能用 Type-C 口，因为 A 口的话是 OPPO 家的私有协议。这个可以启动超级快充。我们采集一下数据，现在这个手机的电量是39%。这个荣耀 X50 充电耗时38分钟左右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最高功率前面是26瓦左右，充了大概2分多钟，它又降到18瓦左右的功率，大概充了6分多钟，它又涨到26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11分钟左右，然后又降为18瓦的功率，充到80%过后，它就逐渐的下降功率。充电温度的话，最高温度是27.6度，这个充电器的温度不是很高啊。vivo 系列的手机，咱们手上这个手机还是不能激活快充，咱们也不知道后续的新款型号的话能不能支持 PD 的协议。这个就只有11瓦的功率，显示的正在充电。大家看一下，充这个小米手机现在是已经充到68%的电，咱们是从14%的电开始的，充了45分钟，15瓦的功率，充进去50%几的电，速度尚可啊。温度的话，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左右，因为它的功率不是很高。咱们室内的温度只有14度左右。这一个充电器的大功率测试的话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它的规格书说明的是20伏5安是可以的。我们先启动20伏3安的功率，也就是60瓦的功率。这个是20伏3安的负载，加一下电流，直接加到4安，它就会直接保护了啊。20伏3.25安，这个输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再加大电流的话，它就会自动的保护。最高功率70瓦，我们再加一点，它就保护了。这就是官方宣传的100瓦，它是到不了的啊。它既然拉不到100瓦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测试100瓦的满功率输出啊。这个65瓦的功率，实际功率62瓦左右，直接充了2个小时啊！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一直持续的输出。温度的话，我们是等它温度稳定了以后，我们才停止充电。最高温度46度左右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，这个充电器的温度控制的非常好的啊。充电功率的话，65瓦是很足的。我们用各种诱骗器也拉不到100瓦，它真实的2个充电口的功率都是65瓦左右，它没有广告宣传说的那种100瓦的单口功率啊。
充电器的双口同时输出充电测试，先启动 A 口的大功率。我们 A 口现在启动的是59瓦的功率，也就是65瓦，它的 A 口最大功率啊。然后我们再接上 C 口 ，A 口就会断流啊。断流过后，它重新分配功率。两个充电口它的实际功率，一个40瓦左右，一个47瓦左右。拔下 C 口，它的 A 口也要断流的啊，重新分配功率，然后它就回到最高的65瓦左右的功率。我们先启动 C 口的最大功率，接上 A 口，一样的也会断流重新分配啊，还是一样的啊。A 口是40瓦 ，C 口47瓦。C 口比 A 口的实际功率稍微高一点点。我们拔下 A 口，看 C 口会不会断流啊？它 C 口也会一样的啊，断流重新分配，然后涨到最高功率。它这样测试下来的话，它的 A 口和 C 口同时输出的时候，一个是走的45瓦，一个是走的50瓦，这才是它的真实的功率组合啊，并没有宣传的50加50。两个充电口真实的功率输出的话是40瓦加47瓦。这一根数据线的内阻的话，前面大家也看到了，只有56毫欧左右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这根数据线的压降值，一共4个档位，5伏、9伏、15伏、20伏。这根数据线的5伏1安的压降值 0.06 伏，5伏3安的压降值，大家看一下 0.19 伏。这根数据线9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06 伏，9伏3安27瓦的功率，它的压降值也只有 0.19 伏，15伏1安的压降值也是 0.06 伏，15伏3安45瓦的功率的时候，它的压降值也是 0.19 伏，20伏1安的压降值也大概是 0.06 伏啊，20伏3安的压降值也是 0.19 伏啊。像这种内阻很低的数据线，它的压降值一般的都是很低的，就证明这里面的用料都是非常足的啊。这个充电器的快充实测还有数据线的各项测试我们都测完了，现在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器的交流纹波输出，这就是衡量一个充电器质量最重要的一个参数。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各个档位的空载和负载的输出交流纹波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器的5伏空载纹波是50毫伏，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最高120毫伏。大家看一下，9伏的空载纹波最高30毫伏。这个充电器在27瓦功率输出的时候，它的纹波是110毫伏。12伏的空载纹波最高20毫伏。12伏3安36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是100毫伏啊。很少看到这些正规的充电器有100左右的纹波的。15伏的空载纹波最高也是20毫伏。15伏3安45瓦的功率，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0毫伏。20伏的空载纹波最高的时候也是20毫伏。这是这个充电器的最大功率啊，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80毫伏。咱们这一个 OPPO 的100瓦双口充电器的各项测试，还有这根数据线的各项测试都已经测试出来了，希望可以给大家在购买充电器的时候带来一个参考的价值。这个充电器各项数据都是符合国家标准范围之内，这个数据线的做工是非常好的啊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。我们下一期视频把这个绿厂的充电器和数据线都把它拆解开，让大家看一看绿厂充电器的内部做工用料。我们下一期拆解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。